美国航空母舰只要中弹，那是全球头条新闻。不要说把它打残了，它只要中了一发，那很可怕。CV-72林肯号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另外一艘可能是罗斯福号 CV-71也会到。他们如果要派战机真正到德黑兰的话，那直线距离是1000公里，那已经到了战斗机的极限。除非战斗机在空中进行加油，而且不止加油一次，真正你要忌惮的，因为伊朗如果真的照革命卫队他所讲，一次恐怕是数十到数百枚的无人机的话，直接进袭在波斯湾上面的美国航空母舰的话，那美国承受不起。观众朋友，今天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在中东现在战事随时要引爆，伊朗这一回会祭出的，包括它的无人机蜂群，再加上中国大陆的电战系统传出来有做帮忙伊朗做支援，再来就是弹道飞弹，要对决的是美军的航母。中美2-1走到开火的边缘了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注。我们赶快来看到是最新消息，来自于今日以色列报最新揭露的美军在中东，他说呢，兵力所有的布局都已经完全的全方位到位了。赶快来看到目前美军方面做了哪一些准备。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伊朗则是完全的备战，又准备了哪一些在武器上面的细节。先来看到美军方面，林肯号正式抵达中东，随行的包括了6艘伯克级的驱逐舰，还有2艘的核潜舰，据传也在这当中。而第2艘航母现在呢，更是已经在路上了。林肯号包括它的甲板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已经布满了各个型号的战机，这当中包括了 F-35C。逆中战机，还有超级大黄蜂等等。另外就是这个林肯号航舰打击群核心的战力，这边根据了解都是来自于多艘满载战斧飞弹的伯克级飞弹驱逐舰，而五角大厦在此刻也罕见的公布了它的雷射武器正式的进入实战的部署当中了。赶快来看到空中又做了哪一些的准备，包括现在呢，因为情势太紧张了，所以往返以色列的国际航班已经出现大规模的避让，还有包括往返黎巴嫩的航班，而西海岸地区也出现说被看到大量的美国跟以色列的无人机在上空做盘旋。那伊朗方面当然完全的备战，不甘示弱，赶快来看到伊朗方面做了什么样子的准备。先是最高领袖哈米尼已经进入到地下碉堡，在碉堡内说要指挥作战。革命卫队也将大量的悬挂国旗放在他的舰艇上面，推进阿曼湾的周边关键航道，警告川普，伊朗已经随时都准备好要开火了。而现在来自于军事网站，军事专家也做了一个分析，其实就算美军到现在部署了非常多的准备，但是对于美军来说，其实是充满各种的压力的。来看到伊朗部署了哪一些武器让美军倍感压力，包括无人机蜂群预估会做饱和性的攻击，针对不同的航母，而伊朗的导弹一次发射可以达到数十甚至是上百枚。在对于美军来说，拦截是一个事情是非常消耗的，另外补给线也会是美军的致命弱点。伊朗也公布了射程超过了6000公里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的影片，但是未经外界的证实。最后来看到是传出呢，中国大陆为伊朗提供这种新型的电战设备，是可以探测甚至干扰到的是美方提供给伊朗的这一种星链上面的设备。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了？美军一次推进了2艘航母，还把这个雷达武器全部搬上了实战部署，这是战略贺阻吗？中东这一战看起来是已经完全无法避免了吗？现在这个因为林肯号它也花了大概1个多礼拜啊，这算快，从这个我们中国南海地区赶过去了。但是那个时候的伊朗情势还是比较紧张的，地面的情势还是在伊朗的政府还在镇压逮捕这些就是起事的分子啦。那现在的情况，伊朗的内部事实上已经比较平和了。那街头的暴乱啊，还有这种大规模的逮捕啊，甚至大规模的这种处决人犯的这种情况，好像也没有出现。因为最初本来说有800个这个犯人抓到的，在街头闹事的或者说跟外界有互相勾连的那被逮到了。本来是按照伊斯兰律法的话，那可能是要处决的，
结果呢，川普那时候说，哎呀，他们啊跟我们谈了以后啊，这个800个人基本上不杀了。那所以现在地面情势是已经没有当初那么热了。可是呢，周边情势反而紧张起来。那这边很多的报道都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对伊朗实在是高度警戒的。那他也攻击过伊朗好多次。那现在美国的这些大批的战舰都到了以后啊，会不会发动这个直接的攻击？因为有人说这么老远去，除了1艘航母，还有6艘伯克级的舰艇，2艘攻击性潜艇啊，这些的军力是可以掀起一场大战。不过我们没有听说大量的，就是说要这个陆上的战斗人员，就是说不管是这个海军陆战队，或者说正规的要登陆的这种装甲部队，好像没有要动员。那也就是说，这场战争的形态看起来可能就是说这种远距的超视距的攻击，那就是用这个空中的武器来对打。那现在我认为美国这个现在要打起来，事实上美国已经准备好了，架势拉开了，对不对？那个伊朗也已经全面备战嘛，对不对？哈梅内伊已经进入了这个地下的这个指挥中心啊，所以看起来一触即发。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第一个，伊朗他说你打我的话，我也要报复，那很可能是打这个美军的在这个海上的舰艇，还有一个伊朗说要打你附近的美军基地。光在这个附近美军基地，美军可能都是好几万的部队这个地面部队。那美军是不是准备好了？他在附近的这些阿曼湾附近的好些，甚至在沙特的一些美军基地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那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川普的问题现在蛮多的。那他的里面的一些所谓的 MAGA 派的一些传统支持川普的。最近有一些人跟川普怎么样割席而坐，有好几位，包括一位众议员。那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我当时支持你的时候，就是你批评民主党滥用武力，在海外参加了一些没有意义的战争，都是民主党啦。所以呢，你当时说你当选以后，你不会再打海外战争。所以当时这个美国在是第一次攻击伊朗跟第二次攻击这个委内瑞拉的时候那有一些人就已经退出了，这是 MAGA。所以这个如果是一般民主党人反对的话，川普可能不会那么在意。可是如果他的 MAGA 阵营的人会说，你当时支持你就是因为你不胡乱用兵，那你现在突然你又打了这个伊朗，那可能会造成他国内那么 MAGA 阵营的进一步被分裂掉，那这是他的问题。第二个就变成就是说，战争可能都要在那个节骨眼上打。那你现在这个伊朗内部的情势已经迟缓的时候，你打伊朗的用意是什么？对不对？你可能有胜算，可能问题就是说你愿意承担你的损失，可是你的出兵的目的是什么？师出要有名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情势虽然紧张。可是我觉得，真的要打起来，对川普来讲的话，那可能是弊大于利。那如果是对他的政治的处境弊大于利的话，我觉得他会很审慎。好，原本川普是说他在第2个任内的时候，他是不会在海外动武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一回看起来是战争一触即发。那当然，川普前提也有说过，他说在2个月，他认为伊朗就可以永和了，所以他们应该要先动手。就看接下来美方的动作是什么。那刚刚其实讲了嘛，伊朗方面则是已经完全的做好备战的准备了，包括启动他的无人机、海跟飞弹，都在远端做好了准备。这一种武器能够打败美国的高价值目标吗？干哥怎么看？对，刚刚大使讲没有错，就是说你今天到底要怎么打这场仗？我今天到底是要实质占领，就像沙漠风暴自由伊拉克这种行动，那是真正陆战队要上去的。陆战队要上去，一定牵涉到调动，牵涉到调动的话，就是全球部署，那所有的后勤指挥跟支援都要跟着上去。你现在看了没有？代表说，今天你要干预伊朗国内的这个政治局势，坦白讲一句，那你要有非常多的动员。可是我们没有看到美国的后勤有在动员这样，所以你可能要在援引这个去年那个12日战争
去修理伊朗，把它的核设施给击毁的话，那现在美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因为你这次的目标不是核设施，而是想要把哈米尼这个政权给拉下台来，那恐怕需要地面部队。没有地面部队，你要怎么样去真正？因为你要知道，你的目标应该对于大部分伊朗人而言，他们是无辜的，你只是对于神权政府。你想要拉下台来，可是你今天如果不派地面部队，甚至不派特殊任务小组的话，你根本做不到。尤其是你今天派的航空母舰啊 ，CV-72林肯号已经抵达阿拉伯海，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波斯湾了。那另外一艘可能是罗斯福号 CV-71也会到。那2艘航空母舰他们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可以告诉各位，他们如果要派战机。真正到德黑兰的话，那直线距离是1000公里，那已经到了战斗机的极限，除非战斗机在空中进行加油，而且不止加油一次。对，所以真正你要忌惮的不是光是这个，你还要稍微退后一点，不能太靠近。为什么？因为伊朗如果真的照他所讲，照革命卫队他所讲，一次恐怕是数十到数百枚的无人机的话，这双方都牵涉到什么？因为像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在俄乌战场上面已经被证实非常有效，因为他们都支援给俄罗斯用，非常有效。那但是呢，如果说他要攻击在海上的航空母舰，它的航程到得了到不了，那美国呢也一样，怕会被他打得中的话，数百枚群风式的无人机直接进袭在波斯湾上面的美国航空母舰的话，那美国承受不起。大家要知道，美国航空母舰只要中弹，那是全球头条新闻。不要说把它打残了，它只要中了一发，那很可怕。当然，伊朗他们现在有很多宣传媒体，他们甚至挂在那个街上都说，你看，这就是美国航空母舰的甲板，已经变成从白色变成红色了。他们那个画的那个漫画还真的很写实。但是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你可能把它贯穿可能。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打成，那必须至少要数十架的无人机都命中目标才做得到。所以我觉得川普跟哈米尼现在互相对方都在试探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打这场仗。可是我觉得对于川普而言，不打不行。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真的没有一些有效的作为的话，那你上次所建立的美国真伟大的那种概念，你就会被人家打破了。就说原来你去伊朗也不敢真的教训对方，因为他背后可能有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所以你也顾此失彼，你会担心，你不敢真正的出手去教训伊朗。这就是川普他必须要去思考，他接下来他能不能够在他的大国博弈之中真的能够赢得胜利。所以对于伊朗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很值得观察的是，只剩下几天了，美军已经到了前线，不可能中途说没事了，对，回来不行嘛，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嘛，你要像以前打伊斯法罕的地下核设施一样，今天我也打了哈米尼在革命卫队的德黑兰地下的碉堡，打一次给你看看，你也许不会真的把他给打死，你不能再用 GPU 的57的专地弹对付他嘛，但是你总要做一些让大家全球看到你美国的决心。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战云密布，很可能接下来会让大家都要跌破眼镜。好，美军都已经这个武器呀，它的所有的航母都已经走到最前线了，就看下一步川普会怎么做决定。不过，除了要考量自身在军事上面的实力之外，还有就是地缘政治，甚至是中俄在这当中也有角色。那这一次传出来报道说，中国大陆也有寄出这种电战的技术给伊朗，可以阻挡下星链，做星链上面的干扰。中国大陆有可能真的做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支援给伊朗吗？中俄在这当中又如何左右这场战争，或者是介入多少？上这个怎么看？我想这2年涉及到中东伊朗方面的战局，始终都会有传出说中国大陆支援武器等等说法。但到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些消息基本上都是自媒体当中的这些自媒体主所发布的。那我们看，其实最早来说，就2024年10月，当时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部分的冲突的时候，10月的时候，当时就是以色列发射了很多的飞弹。但是呢，就伊朗基本上好像都打下来了，
外界都不相信伊朗有那么厉害的，所以就那时候就开始说，是不是由中国大陆提供的防空的这个武器？但事后证明，其实是俄罗斯的 S-300跟 S-400啦。那当然，一直到现在来讲，特别是单这2天。就又有这个自媒体博主宣称说，在中国大陆有连续56小时之内有16架中国大陆的运输机、大型运输机送去了，没照片哦。所以我们现在这几年听到的都没有照片。那但是目前我们传闻下来积累，中国大陆江湖传闻到底已经给伊朗哪些武器呢？首先传最多的就是轰七9B，那当然作为防空性的系统，另外还有歼10C跟空警500，没照片哦。好，我们来讲中国大陆会不会给伊朗武器？我觉得从这些欧美的外围自媒体之外，我们也来看看在中国大陆里面有没有一些自媒体博主谈到这方面的事情呢？其实很少。虽然也有人说可能有，但是那种暗示性的部分东西都比较谨慎，所以就可以理解中国大陆对于这方面的内部控制的消息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像消息走漏，只是中国大陆的里面的网友们也很爱猜，我们的武器那么厉害，怎么不给伊朗呢？但是各位要知道在反对美国的阵营里头，在全世界是俄罗斯、中国、伊朗，再来最近有巴基斯坦，主要是这几个国家有生产厉害的武器，供给那些反美或非美阵营的其他部分国家。所以伊朗自己本身就是生产武器的大国，大家不要忘记。像过去伊朗的无人机，如果不是在乌克兰，大家发现俄罗斯怎么有那么多伊朗无人机，外界都还不知道伊朗的无人机已经可以自己做到厉害这个地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到底中国有没有支援，有没有具体给？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我认为以我们对中国的了解，以及包括中国跟伊朗之间，还是没有像比如说跟沙特啊跟等等那么样的紧密，最多应该是防御性的武器为主。因为防御性的部分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所以现在这种认为，我现在大家都在传闻，主要也是敲碗啦，希望中国除了印巴这个空战之后，让大家看看有没有很厉害的，特别是电战技术，有没有一些体系化作战的，让伊朗可以把以色列或美国打得落花流水。大家也看到中国的新的武器的厉害，毕竟18战争已经快1年了哦，所以主要的原因是敲碗，我想。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来关心在中东的战事，川普现在喊了救兵已经在路上了，盟友却在此刻踩下了刹车。我们今天也要来看，大家在关注说美军的战力在伊朗附近到底如何，但是现在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完全看不到任何美军的航母。那么伊朗方面则是部署了各式的无人机来压境。今天也会特别来解密这个是伊朗的王牌无人机师团的战力到底有多强。中东现在似乎已经走向谁先开枪谁输的一个争死局当中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来关注到的是川普的最新喊话。面对现在伊朗内部各种的流血冲突持续的扩大，他已经怒批伊朗在进行的叫做无意义的杀戮，所以川普已经改变他的态度了，他决定取消任何跟伊朗官员所有的会面。他也说了，对德黑兰发出严正的警告，他说救兵已经在路上往伊朗的方向去了。川普也对目前在伊朗的这些示威者喊话，他说你们不要害怕，记下目前打你们的凶手还有施暴者的名字，未来我会对这些人付出，让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他也提醒了伊朗当局说，伊朗，你这周只要开始绞死这些抗议者的话，我们美国会采取非常非常强硬的行动。我们看到这一回川普的话喊得非常的狠，但是在军事上的行动到底如何，现在看起来似乎不多。尤其要特别来关注到的军事现实，就是目前美国不管是在海上或者是空中领域，完全看不到任何要开战的迹象吗？这是一个问号哦。因为呢，现在根据了解，没有看到任何大规模，不管是运输机或者是加油机，甚至战机，更没有看到任何的航母打击群在伊朗的周遭。美国的军事网站战区也直接做了一个分析报道说，即便美国后来决定呢，他要出动他的航母，但是最快也要数周、好几周的时间才可能抵达伊朗的附近，而最可能派出的就是林肯号。好，看得起来海上跟空中没有太多的布局，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巧巧的动作的。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华府这边最新呢，已经在中东布局的是它的新型的自杀式无人机。比较特别的事情是，这款无人机是高度仿制伊朗的主力战机的，也就是见证者136，也就是可以显示说，目前美国的战斗方式已经逐渐走向比较低成本、可以大量消耗的这一些武器。再来，我们看到军事面，美国持续对伊朗贸易国课征25%的关税，背后评估它为的就是要打击中国大陆，因为对于伊朗课征这25%的关税，目前看起来对中国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不过也有分析特别指出，这个川普啊，你看起来是要帮助伊朗人民，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专家痛批说，数十年来，就是因为你美国对伊朗实施这种全面的制裁，才会压垮伊朗今天的经济，还有包括引爆今天的民怨上街头。根据估算，伊朗的人民的人均 GDP，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2012年当时还有$8000以上的。到了2024年，只剩下$5000左右了。这是在美国的制裁之下，世银做的统计。而2018年之后，石油出口更是在美国制裁之下暴跌了最多80%，国库每年损失竟然高达数百亿美元。川普这回说要救伊朗，到底是谁害了伊朗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要特别请教委员来看。川普现在喊说随时开战，但是美军好像看起来没有太多的集结，真的会开战吗？还是对伊朗、对中国做出一个高度的政治恫吓而已？委员怎么看？对，我想美国对付他的敌对政权哦，其实美国自己的工具箱里头有各式各样的工具。讲得更直白一点呢，就是美国有各种花样的菜单存在。那么在过去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哦，他已经采取了几个不同的方法去对了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委内瑞拉，他采取的就是外科手术式的直接的斩首哦，那么直接把人带走了，然后呢，整个委内瑞拉政权就瓦解掉了。那么但是问题是说，面对伊朗哦，美国恐怕没有办法采取同样的把戏哦，就是说你今天要用这种猎杀对方或者是逮捕对方领导人的模式，你已经用过一次了。伊朗又不傻，他看到你怎么对马杜洛的，该躲的都躲得好好的，你放心。然后该有的这个保镖啦、忠诚度可能要重复的反复确认过，所以你要再用同样的方法重施故技，恐怕也不容易。那你上一次是用长城奔袭的方式去轰炸伊朗，可是问题是你用轰炸伊朗的方式，就算你斩首了这个哈梅尼好了，但是问题是对哈梅尼来说，他就算被斩首了，整个伊朗的神权政权还是存在的啊。你最近光看到伊朗的这个议会的议长说要跟美国就是势不两立到底了，所以你就杀了一个哈梅尼，也不能够解决整个伊朗的问题哦。所以现在显然看起来，他要用外科斩首这件事情不太容易啊。不管你是要用轰炸机去轰炸，你要用这个无人机，你要用这个CIA 跟摩萨德的力量想办法来猎杀伊朗的领导人。对于你要取得伊朗的政权的主导的这个地位，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帮助的哦。那么你只会加深整个这个伊朗的反弹，然后这个激化整个伊朗的报复的行动，那整个中东就是遍地烽火了。那第二个，你看到说他军事入侵也不容易啊，因为刚才这个我们看到了，他并没有航母部署在那里哦，又跟当时的这个委内瑞拉不一样啊，人家那个时候航母已经部署得好好的了，该有的都在那里了，而且委内瑞拉好歹也是在南美洲，距离美国虽然不是很近，但是也不太远了。可是中东是很远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先把你的部队投射到那里去，你这个时候要用军事入侵，你怎么入侵嘛？就你不可能就靠以色列的部队来入侵啊。所以现在显然看起来军事入侵也不行哦。那么我现在的初步的判断哦，我认为美国要用的是它工具箱的另外一个工具，就是它过去最长期以来最熟悉的工具，就是用他长期以来布建在这些国家的，比如说年轻人啦，或者是反对势力，开始要发动政变，要推翻这个政权嘛。所以你看到现在伊朗是遍地烽火的暴动啊，反政府的暴动啊。这些反政府的暴动怎么前几天不暴动，1-2个礼拜前不暴动呢？怎么忽然之间就来了呢？这就像当年的颜色革命我不断的强调说，这是美国 CIA 最喜欢玩的把戏。台湾的太阳花革命是怎么来的？然后呢，香港的雨伞花革命是怎么来的？全世界这么多花的革命到底是从哪来的？这就是 CIA 长期以来布建在每一个国家，布建在学生的团体里头，布建在这个社会的深处。当这个 CIA 要唤醒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全部都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伊朗，如果我没有猜错，你说 CIA 跟摩萨德大概已经把他过去长期以来布建的所有的
这些种子全部都一次点燃，然后造成了整个伊朗的天下大乱，所以伊朗才会开始采取军事镇压行动。那现在美国在这个时候又要当好人哦，讲这种风凉话，说我们就在路上了哦，你们到底在哪一条路上？好歹也讲一下啊！你现在是绕到了哪里？至少跟大家预告一下。但是现在显然看起来，美国并没有在路上啊，美国还没上路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做这个喊话是什么？就是喊给这些暴动的人听啊，说继续暴动到底。我们迟早有一天会来的。至于说这个迟早有多迟多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在伊朗这一局里头，美国最可能采取的方法就是用这种方式。所以你看到巴勒维王朝又开始出来讲话了。当年巴勒王朝如果干得好，他就不会被推翻了。这他当年就被推翻掉的所以我要讲的是说，现在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最重要的关键，我觉得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必须要警惕啊。美国现在川普在玩的是温水煮青蛙的游戏。他对于他现在惹不起的人，他就每一个人都说他是好朋友，金正恩也是他的好朋友，川普也是他的好朋友，习近平也是他的好朋友。可是他在做的是什么事？他在做的是不断的砍断中国跟俄罗斯的盟友，想尽办法的一个一个砍。我认为人家砍了，再砍伊朗，那下一个是谁呢？所以川普已经讲过了，金砖国家就是反美的军事同盟。他现在在做的就是瓦解金砖势力。所以当他把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盟友都砍光了，他已经掌握了石油这个这个生产了，他掌握了委内瑞拉，他再掌握了伊朗。美国自己本身也是石油输出大国，所以当他都掌握了这些的时候，他就接下来要跟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叫板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恐怕要在这个时刻恐怕要有警觉心了就是说这现在恐怕不是隔岸观火的时刻了。现在你必须要用一些其他的代理人去牵制住美国的势力，否则当美国一个一个的斩断掉这些金砖国家的盟友的时候，最后就剩下这几个国家了。那个时候美国可以磨刀霍霍、好整以暇的来对付他们了。好，确实目前针对这一场暴动背后是否到底有没有这个美国 CIA 跟摩萨德的影子，其实外界也都在高度的怀疑当中。那目前确实这一场示威暴动，目前已经造成了当地有非常严重的死伤人数，包括了数百人死亡，还有数千人被逮捕。面对现在整个暴动，可以说示威活动已经完全的失控了。伊朗也不是省油的灯针对这些示威民众，还有针对于美国，他们也开始祭出了各种的反制动作。我们要来看到是伊朗当局最新用的方法，就是他们祭出他的军用无人机，部署在各大的城市，以无人机对民众来进行攻击。德黑兰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把所有的网络干脆都切断，让这些暴动的民众再也无法跟外界做更直接的一个联系。刚刚特别提到的伊朗这次祭出的无人机，其实伊朗的无人机的战术过去就已经在许多的实战当中有特别的去使用过了。我们来看到几个例子包括了在第一个2伊战争期间投入实战，第二个他们也曾经透过电子战捕获美军的 RQ-170哨兵，还有他的 NQ-9死神无人机。胡塞组织也多次的使用无人机来突破沙烏地和阿联酋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去年，今天我们会来特别看到的是伊朗海军宣布成立的第一个海军无人机师，它是隶属南方舰队的，那构成了整体的舰载无人机的作战体系。到底战力有多强？等一下我们会来做评估。看起来战争是一触即发了，现在有许多的国家也站出来跟川普说，其实伊朗真的没有这么弱，劝你不要去进攻。最新消息是美国的 NBC 做的报道，现在包括了以色列还有多名的阿拉伯官员已经私下跟川普政府说了，他说伊朗政权没有虚弱到你美军可以一击就致命，所以你不要去攻击吧。同一时间，沙烏地阿拉伯、阿曼跟卡达等等的这些海湾国家也同步游说川普不要开战。我们先来看看伊朗无人机加上电子战已经高度成熟了，如果真的开战，美以还能够速战速决吗？干哥怎么看？所以你看那个伊朗的无人机部队它有40年以上的历史，也就是说，它很早以前它就专注在这方面。所以去年他们海军南方舰队成立了无人机师部队，对不对？那你就晓得说，其实他们在这上面花了很多的心血跟功夫，而且他们的防御网竟然可以捕捉到 RQ-170，还有 MQ-9死神。死神是最难抓的，他竟然可以抓得到，代表什么？代表他的电子瘫痪跟电子反制是有效的。那你就要想一想，如果今天美军是用传统的方式去就是说进袭德黑兰的话，你会遇到的抵抗跟遇到的防御，绝对不是委内瑞拉可以比较的。这一点
必须要先厘清这个观念。所以川普他现在不是闲没事做，他在椭圆形办公室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打这一仗，这第一集要怎么打。当然，我们昨天讲过，林肯号虽然不在荷姆兹海峡，也不在红海，也不在波斯湾，因为林肯号它现在正在应该是南中国海最近大家要赶过去的话，大概也要3-4天。那如果没有航空母舰的话，美国当然还是有别的手段，派出逆中轰炸机，或是派出隐形的核子动力攻击潜艇等等。可是这样子对于教训伊朗恐怕不够，你必须要有真实的部队调动。你知道我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有真实的比如说像特种部队好了，你要有真实的动作，或者是说像入侵阿富汗或入侵伊拉克一样，真正的部队调动，那个就会被国际媒体的注意力给放大了。可是到现在都没有，所以我不认为美军有真正实质占领的动向。反过头来，我们来讲说伊朗的无人机。伊朗的无人机，伊朗有多少无人机？没有人知道，你知道？我们账面上看得到的无人机有2000架，就跟它的飞弹一样，有2000枚一样。那事实上，据信超过1万架的无人机，所以这一次他才能够拿来对付老百姓。他用军用无人机的规格去对付100多座城市的抗议者，所以你就晓得说，他们的无人机储备是非常足够的，绝对比他的核子能力还要高超的许多。那美国如果今天有实质的入侵部队去进到德黑兰的话，绝对不要再重蹈1980年鹰爪行动失败的前提。鹰爪行动是美军灰头土脸、一败涂地，为了去救被何梅尼去软禁的55名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馆员然后8架直升机在伊朗沙漠里面撞成一团，以悲剧收场。那这次如果美军还要在伊朗沙漠，其实我老实讲一句，很投鼠忌器，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曾经失败过一次，所以这次如果他真的要去进攻德黑兰的话，他的目标是谁？他的目标是不是斩首哈米尼？如果是斩首哈米尼的话，那单纯的多；但如果不是，是要推翻整个那个神学政权的话，那我觉得这就复杂许多。所以我觉得川普到现在为止不敢轻举妄动是有原因的。至于今天可能会什么？今天可能会正式在那个德黑兰处决一名才26岁的青年，采取公开处决。公开处决是什么方式？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传统习惯的用起重机的吊架把人给吊在大概3层楼、4层楼的半空中，给所有人看，而且他经由这个电视台发送到全国各个角落，这叫公开处决。那这个年轻人到现在是不是已经被处决了？很快就会有画面。我是奉劝伊朗，你不能用无人机来对付自己的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公开处决反对你的人，否则的话，你的这个政权哈米尼恐怕不能够再持续下去，因为国内的反对声浪恐怕会越来越大。虽然我们完全没有讯息，为什么？因为伊朗官方已经把所有的讯息屏蔽了，30%以上的这些讯息全部都屏蔽掉了，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现在对于内部我们真的看不到实况，这是让人家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好，内部的讯息整个被封闭住了。那这场示威暴动仍然在持续当中。川普在这个时候喊话说，救兵已经要逐渐到了，说是要救这些示威者。但是同样时间，阿拉伯半岛电视台也出来酸川普说，现在伊朗的经济搞成这样子，是因为你数十年来对我们寄出的各种制裁，结果你现在反而说要救我们，是不是很讽刺？岳老师怎么看？我对于伊朗的这个国家的话呢，感触非常强烈，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国家。然后现在的话呢，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下，我算了一下，将近47年的时间，这么长的话呢，那么伊朗能够撑到现在的，基本上它变成一个神权国家了。那么神权国家的话呢，你这边问的问题讲到用人权来批评神权国家，这个其实讲起来是对于我们宽容与多元文化的一个比较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它神权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神权，既然是神权，来讲什么人权嘛，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但是我觉得川普讲的话呢，我分成几点来讲啊，就是说第一个的话呢，他吹牛的成分比较大了啊，因为他不敢陆战。
啊，因为伊朗不是委内瑞拉啊，伊朗很大，而且有8000万人啊，对不对？而且长期来讲，它的革命卫队的力量对国家控制的情况蛮好。另外，最主要是我们对它情况下不知道啊，它里面到底内部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得到一个消息，就有一个名词叫孟加拉模式。就是伊朗这次在暴动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非常多的伊朗的革命卫队，至少有一个上校，还有另外一个领导的话呢，是被暴民杀害了。所以说这个要处决的方式的话呢，基本上也跟这个有关系。这个叫孟加拉模式，就是2024年孟加拉革命。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川普呢，这个在吹牛，要对于跟伊朗有生意往来的要加25%的关税，对不对？那个川普自己的那个关税的话呢，马上就要被最高法院判非法了。这个还讲什么东西？那另外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觉得伊朗本身的内部啊，这个还是说有很多外在的原因会使它团结。比如说巴勒维的儿子就在那边叫嚣啊，希望他们能够把革命弄多一点。然后这个的话呢，其实是有助于这个伊朗的神权的赫梅内伊的维持了啊，就让他们内部更加团结。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呢，大家关心就好。不用太紧张。好，关心完在伊朗跟以色列方面的军武，现在我们要来关心的，同样也是这一场中东战事哦。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川普21号下令打的这个午夜之锤行动，现在被证实说，这个当初的美国碉堡克星是不是炸伊朗是炸了个寂寞呢？伊朗的核弹倒数量产是不是进入了正式的倒数计时？今天节目我们会特别的来做关心。刚刚提到的川普的21号午夜之锤的行动，当时大家还记得吗？打了这个伊朗内部3大核设施，地点包括位在这个伊朗的福尔多啊，我们当时做了很多的讨论，在福尔多这个地方。另外，其实还包括了纳坦兹跟伊斯法罕3大核设施。本来是希望在伊朗这边摧毁它的核基础，来一场史诗级的打击。最新情报，川普是不是炸了一个寂寞？原因是因为现在被认定说，伊朗内部最难打的核设施其实不是福尔多，而是伊斯法罕。重点来了，伊斯法罕是中国大陆帮忙援建、深埋在地底下的核设施。吊诡的是，当天美军做轰炸，却只用了战斧等飞弹来做攻击。美军高层随后也承认了说，派碉堡克星也会打不穿。所以当时为什么美军只派了这个战斧飞弹，而不是用碉堡克星去打伊斯法罕呢？是怕丢脸吗？怕这个打不穿吗？还是什么原因？其实这一场行动花了川普非常多的钱，换算新台币高达了600亿。难道只是一场烟火秀吗？碉堡克星是否可能真的被美军吹过头了？将军怎么解读？这个一定是打了个寂寞嘛？为什么？第一个，我们看美国高层的反应，你就知道，第一个，川普是恼羞成怒哈，而且用粗话都骂出来了。CNN 刚开始那个女记者报道说是这个根据情报泄露，他得到的讯息是没有打到这个重要的核设施。然后我们看川普反应什么？他是骂那个女记者说是跟狗一样，滚出去或怎么样，应该开除他，对不对？然后甚至于白宫的发言人他还特别讲说会泄露这个机密是 loser， 是美国情报单位 loser。就看出来你们这些人在讲的都是一些恼羞成怒以后讲的话，甚至于赫格塞斯美国国防部长说，你们有没有打到？你们自己拿个大圆锹去挖挖看。我跟各位讲，为什么我这么把握说一点都不会有伤到，甚至连皮毛都没有伤到？因为我在坑道里面从事战备工作大概数十年，所以我很清楚那个坑道里面的样子。那我相信这个伊朗它的那种坑道里面设施一定比我们更精密，所花的工程会更大哦。那我以我在金门这个碉堡坑道的实况跟各位介绍，你知道我们那个是一座山里面打成，大家说蜘蛛网不是蜘蛛网，一座山打成什么样子的？那专成像这个蚂蚁巢，蚂蚁巢跟蜘蛛网差，蜘蛛网是一个平面，蚂蚁巢是好几层，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分好几层。你知道最底下一层是什么吗？是走军舰的。军舰是在山里面开的，山洞挖穿以后，军舰在下面走。那军舰走在那坑道里面还有码头，你知道，码头旁边还放着运补的机器、官兵的宿舍、弹药库、医务所，那种最核心后勤的设施是放在最底层，然后中间那层是干什么？是放战车。为什么放战车？战车从平面就可以开出来。然后在上面一层是摆什么呢？摆对空射击武器，是摆在说。那最高层是指挥所啊，不是中间是指挥所，最上面是对空监视哨。所以它是整座山来讲的话，我们那时候就分为好几层。
然后我们讲这个碉堡克星 GPU， 它的特性是什么样？它不错，它可以钻进钢筋混凝土60公里深，60公尺，60公尺那么深。但你想想看，一座山是不是只有60公尺？就像是我讲一个最简单，你去炸一个隧道好了，在山里面隧道，你从山顶上面穿下去，你不见得能够炸到隧道。那第二个，这种炸弹的特性是什么？它就是它钻下去打到以后，它就是为了要能够炸地底下设施，所以它一开始接触不会爆炸，它一直到他们发现这个地方是一个空间以后，它那个才引爆。那很简单呢，我跟各位讲，你去过擎天厅没有？金门擎天厅那个厅多大啊？对，也是一个坑道打出来一个山洞，里面可以坐上千人，在里面开会演讲，或者是看电影表演，对不对？都可以。那如果说是从上面打开，像打到一个擎天厅这种空间来讲，它就爆炸。问题是它的浓缩铀设施可能是在地底下更深一层，而且还分散好几个地方。你这几枚你怎么能够打得到？第三个我讲说，其实美军自己也知道没打到。为什么？如果说这种炸弹这么好用的话，你知道美军总共做几枚吗？20枚。对不对？这是打掉14枚，只剩下6枚，所以川普在那边讲大话，然后我再去打一次，你前面已经打掉14枚，你6枚你认为说是6枚效果会比14枚好吗？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如果说已经攻击用这种手法打过一次以后，你认为伊朗没有其他防范措施，还会摆在那边让你剩下这6枚来打吗？我认为美军当初发展这个20枚的 GPU 只做了20枚，大概也认为说是其实它有它的端倪，它不是说想象中这么所向无敌哈。因此，我认为，美军之所以做20枚，大概也就认为这个炸弹的效能是有限的。那政治上的宣传意味比较大哈，包括对国际社会宣传，包括对他国内的宣传，包括对以色列宣传。但如果说是真的是有在坑道从事战备过的工作的人，应该不认为说是这枚炸弹会对伊朗的核设施造成有多大的伤害。好，所以我们看到伊朗针对这次的核设施其实是有备而来的。那美国到底有没有打到重点呢？还是说，其实在美国打到重点之前，这个核设施啊，或者是这些重要的浓缩铀早就已经被伊朗给移走了？等一下请委员来帮我们解读。现在是说，刚刚提到的伊斯坦法之所以重要，除了是大陆援助新建的之外，这边更是伊朗它很重要的一个核研究基地，里面呢其实驻扎了3000名顶尖科学家，是伊朗核弹的摇篮。另外呢，也被视为是类似美国的核弹的诞生基地，这个洛斯阿拉莫斯的中东版本，所以对于伊朗来说非常的重要。国际原子能总署这边也特别承认了，伊朗最快几个月内它就能够重启多台离心机来开工制造浓缩铀。这一次伊朗的浓缩铀会不会一开始其实早就已经被搬到伊斯法罕了？委员怎么看？可能我们要先把2个观念弄清楚啊。在军术上的术语，我们经常会讲什么叫破坏，什么叫摧毁。摧毁就是说你无法重建，一切必须从头开始。什么叫破坏？就是你可以修复，你可以重建，叫做破坏。对于美国用 B2 轰炸机或者战斧导弹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它摆明了100%就是破坏。那只是破坏程度到什么状况？那有没有摧毁？很明显的没有摧毁。因为它随时就可以恢复跟重建，所以只要把这2个东西弄清楚，我们讨论就有焦点。摧毁到底摧毁什么东西？当然，你要摧毁到浓缩铀本身可能有点困难，因为浓缩铀体积不大，它随便藏，你即使说把整座山弄垮了，压在底下，它还是可以挖出来啊。是，你要直接打中那浓缩铀，不太可能。你要炸大在那么大，浓缩铀不过是一个垒球那么大而已啊，你怎么去弄？不太现实，而且它基本上是一种金属。而且它是不会爆炸的，即使你炸药炸到它，它也未必会爆炸啊。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很难弄的问题。但是第二个，我们来讲核设施有没有被破坏？这些核设施都很容易破坏，刚好相反，真的很容易破坏。以前以色列曾经用网络去攻击，它都停摆了一段时间，所以破坏程度一定有，但是还没有到摧毁的地步。美国这一次轰炸有没有破坏？你看看几个，你那个所谓的反应炉很精密啊。稍微一个大地震它就垮了，稍微一个爆炸震波比较大一点，它就会重新修理，要不然不能运转。更不会讲说那个气态离心机，气态离心机一定会遭到破坏，这破坏程度多少？因为3个核子基地总共有13000多部的
这个所谓气态离心机，就平均一下，每一个核设施大概4000部嘛。你说4000部全部被破坏掉，可能也不太现实。是，但是你说完全没有被破坏掉，我认为也不是现实哈。那至于那个所谓的锆的包覆工厂，那更简单，更容易破坏啊。其他的电力转换设施啊，那一打就打掉了。所以对于这个所谓的 GBU-57这种钻地炸弹，基本上会产生相当大的破坏效果，那不足以到达可以摧毁的地步。比如说引起内部爆炸啊等等，目前看是还没有这种情形，因为那个规模太大，凭那几颗大概不太管用。那有没有死伤，伊朗也不会讲啊。你说3000多人在里面工作，没有人被炸死，那也不是现实的事情。那只是人数到底有多少，在目前为止啊，都是一个无法得知的数字。比如说美国情报机构《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啊，假设《华盛顿邮报》报道是真的，好。那时候伊朗的高层觉得，好像美军破坏力不是如此啊，他总共才20分钟就有这个破坏力，如果给他轰炸1天呢，那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我们要看这个时间的形成，我们看个军事就比较细腻一点来看这些事情啊。那可是，在政治上就不一样了，因为政治上各取所得，伊朗的教主要跟他的支持者说，没有被破坏，我们重新再来。伊朗的总统害怕再被攻击，说：“哎呀，我们已经被破坏掉了，我们不准备再重做。”他是政治上的需要讲这些政治上的语言啊。川普当然跟我政治上，哎呀，不用再打了，已经被我打光了，我最了不起，打光了不再发展，我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了，而不是这样这个逻辑嘛。那美国情报单位跟美国的媒体，美国媒体消息从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啊。说：“哎呀，某个情报单位这么说，哎呀，有个秘密报告这么说，都是鬼扯淡。”因为没有办法验证这些事情，没办法验证，我们就把它当作八卦新闻来看待啊。但是所谓的中情局讲说浓缩铀，问题是浓缩铀根本就很难打到的东西，打到它也未必会损毁，它跟一般炸药不一样。浓缩铀没有到90%，没有办法核爆炸，它只有核分裂，不能核爆炸。也就是说，在提炼成功之前，可是你要知道，伊朗的浓缩铀只有60%，是说60%的总共有将近的400公斤。可是50%呢，30%呢，20%，因为它自己有铀矿一阶一阶提炼出来嘛，每绕一去就要绕很久的时间，才能够绕个5%、10%啊，成长上去啊。所以如果你说有一大堆铀矿藏在里面，会不会击毁啊？那个就很容易击毁，因为那个东西硬度还不够，很容易被击毁啊。所以我们这样看就比较清楚，说这是完全符合政治目的所设计出来的一个烟火秀。那至于其他的破坏一定有，摧毁一定没有。好，所以现在看起来只是达到一个美军针对伊朗的这些核设施，只是达到一个破坏的程度。那先前说的这些浓缩铀，现在可能跑去哪里了呢？有没有可能真的被造成这个核武器呢？因为 IAEA 最新也公布了一个新的记录，说伊朗理论上足以制造说9枚核弹的浓缩铀。那最新消息是，伊朗的国会已经经过表决，会全面的跟 IAEA 来终止合作，这样代表说伊朗已经正式启动最后的组装核弹的程序吗？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 IAEA， 我们以前看在美国打伊拉克之前的伊拉克战争 ，IAEA 态度模糊，暗指有发展大规模毁灭性的可能性，在整个针对北韩的事件过程当中，即使是在六方会谈2002到2006年之间 ，IAEA 态度模糊，但是呢，坚信北韩在发展核武，就北韩2006年就做施暴，在整个对伊朗的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2015年各国跟伊朗签了核协议，一直到现在为止 ，IAEA 的角色，国际原子能总署的角色，基本上其实是西方的工具，外交工具，而他的这个主持人，格罗西，阿根廷裔的前大使、外交官，基本上我觉得角色当然是偏向西方。还记得他那个时候面对日本在排放核废水的时候，他亲自跑到日本去拍板保证一切安全。那但是呢，经过查验，其实事实上福岛所释放出来的这些废水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可是，在这个伊朗的核问题上，
他的角色就基本上蛮偏向西方的，所以他为什么不去指责以色列自己在60年代开始就有核子武器？他为什么不去指责2个核武国家去攻击一个可能有的核设施，而会造成污染或者破坏？他也没有指责，他也没有去调查。那现在事情完了说，我要进来看，你进来看干什么？是当间谍还是真的来调查？那伊朗在被攻打的时候也不会接受这一套。记不记得美国川普2018年退出了核协议之后呢？伊斯法罕其实就是那一年伊朗决定开始建立的，地面上3000个研究人员，地底下深达80到100公尺的核设施。所以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才说，因为地底太深，我们打不到，所以决定不打。那很奇怪了，那表示一开始你就知道，至少在伊斯法罕底下的核设施或者是有浓缩铀，你是没有办法抹去的。好，谢谢杨老师。